现役、退役军人被中国收买、出卖情报，甚至组建武装力量，计划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国人。有艺文工作者为了个人事业上的利益，不惜配合北京的指令，说自己的国家不是国家。他们也看到中国官媒用来挑弄台湾内部对立的讯息，总是很快的被特定管道传播。有人甚至以协助中国官媒录制统战节目为业，散播民主无用、以美敌军，操弄分化和对立。很多人很忧心，我们的国家还有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民主，共同打造的繁荣进步，将因为这些统战操弄一点一点流失。过去这段时间，中国更利用民主台湾的自由与多元开放，吸收黑道、媒体、名嘴、政党，乃至于现退役军警，在我们的内部进行分化、破坏、颠覆等活动。这样的中国，已是我国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我们没有选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作为，在因应中国对国军的渗透及间谍活动之威胁方面，全面检讨修正军事审判法，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让军法官回到第一线，与检调司法机关共同协力，处理现役军人涉犯叛乱、立敌、泄密、废除职务、抗命等军事犯罪之刑事案件。未来现役军人触犯陆海空军刑法之军事犯罪案例，将交由军事法院审判。各位国人同胞、现场媒体朋友、线上收看直播的好朋友，大家好。最近在许多场合，不少国人向我表达同样的忧虑。他们看到有现役、退役军人被中国收买、出卖情报，甚至组建武装力量，计划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国人。有艺文工作者为了个人事业上的利益，不惜配合北京的指令，说自己的国家不是国家。他们也看到中国官媒用来挑弄台湾内部对立的讯息，总是很快的被特定管道传播。有人甚至以协助中国官媒录制统战节目为业，散播民主无用、以美敌军，操弄分化和对立。很多人很忧心，我们的国家还有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民主，共同打造的繁荣进步，将因为这些统战操弄一点一点流失。诚如知名战略学者葛轩尼克对中国统战作为的分析，他说，中国是透过颠覆、渗透、收购媒体，发动媒体战、心理战、法律战来分裂和征服我们。他们的企图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种下不和的种子，让我们忙于内部矛盾，而忽略来自外部的真正威胁。数十年来，中国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没有一天改变过。不仅仅持续文攻武吓，对台湾社会的统战渗透也愈来愈严重。从2005年，中国颁布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把武力并吞台湾视为国家任务，到去年6月发布所谓的惩毒22条，将所有不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所有人都视为惩戒对象，作为伤害台湾人民的借口。最近更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再显示出中国对台湾主权日益迫切的威胁。过去这段时间，中国更利用民主台湾的自由与多元开放，吸收黑道、
媒体、名嘴、政党，乃至于现退役军警，在我们的内部进行分化、破坏、颠覆等活动。根据国安局的报告，去年2024年因共谍案起诉人数共64人，是2021年的3倍之多。其中，统促党、富康联盟党、台湾军政府等为中国发展叛国组织部建武装力量的案例，在民主自由社会令人匪夷所思，但却真真实实存在当前台湾社会。中国更处心积虑对国军进行渗透及间谍活动。去年涉及共谍案遭起诉的现役及退役军人分别为15人及28人，合计占共谍案比例高达66%。我们更警觉到，中国近来借由广泛核发中国护照，利诱我国人申办中国居住证、定居证、身份证等，企图让台湾人民混淆自己的国家认同。中国也将两岸交流视为对台统战的管道，在台湾内部区隔敌我，分化台湾内部，削弱敌我意识，并意图架空政府公权力，塑造中国已经在台湾治理的假象，借此扩大对台湾内部的影响力。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持续扩大对台湾的融合发展策略，采取各种手段，要求胁迫台商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利诱台湾青年赴中国发展，且不择手段觊觎台湾人才，窃取关键技术，影响台湾的经济安全，也大幅升高台湾青年赴中国的风险。这样的中国，已是我国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我们没有选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作为。这也是我今天召开国安高层会议的目的，是我们该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强化我们的民主韧性与国家安全，保护我们珍视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的时候了。以下我将针对台湾当前所面对的5大国安及统战威胁，以及17项因应策略，向大家进行详细说明。第一，在因应中国对国家主权之威胁方面，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正如我在去年520就职演说以及双十国庆谈话中所指出，自1996年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宣誓就职以来，已经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国人及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为中华民国台湾或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这就是我们要捍卫的现状。台湾社会最大共识就是捍卫民主、维护主权，以及守护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台湾被中国所并吞。策略1，请国安会、国防部及行政团队要全力推动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展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中国并吞台湾的全民共识与坚定决心。策略2，请国安会、外交部拟定行动计划，透过与友盟国家的合作，向全世界宣达我们反对中国并吞台湾的国家意志与社会共识，反制中国意图在国际社会消灭台湾、矮化台湾主权的野心作为。第二，在因应中国对国军的渗透及间谍活动之威胁方面，策略1，全面检讨修正军事审判法，恢复
军事审判制度，让军法官回到第一线，与检调司法机关共同协力，处理现役军人涉犯叛乱、力敌、泄密、废除职务、抗命等军事犯罪之刑事案件。未来现役军人触犯陆海空军刑法之军事犯罪案例，将交由军事法院审判。策略2，进行相关配套改革，包括订定军法官人事条例及军事法院、军事检察署组织法等，将在完成全部规划及讨论定案后，由国防部向社会做完整说明及沟通，让军事审判制度的恢复能被社会信任及充分支持。策略3，为有效遏制现役及退役军人各种严重打击国军士气的争议言行，国防部需严明在陆海空军刑法增订对敌人效忠表示之处罚，并修正对于领取、退除、给予人员之相关规范，以有效维护军队的纪律。第3，在因应中国混淆国人对国家认同之威胁方面，策略1，请内政部、陆委会等相关机关就国人同胞申请中国涉及身份认定的各种证件，包括护照、身份证、定居证、居住证等，持续进行必要的清查及管理，尤其是对国家有忠诚义务的军公教人员，以严防并遏制中国借融合发展为名，进一步采取试图扭曲我国人对国家认同的统战操作。策略2，对中国人士及港澳人士规划及融入台湾社会，在兼顾台湾社会发展及个人权益下，需有更多国安考量。原籍中国人士申请来台定居，应确实依照我国法律放弃中国户籍与护照，不能兼具双重身份。有关香港及澳门人士申请来台定居、居留等相关制度，将增列长期居留规定，以符合实际需要。第4，在因应中国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之威胁方面，策略1，鉴于赴中国旅行的风险越来越高，113年元旦迄今，陆委会接获通报之国人赴中失联、遭留置、盘查或关押者合计71人，未通报之数字可能数倍于此。其中有3名年长的一贯道亲，从去年12月被拘捕，迄今未获释。相关机关要提高国人赴中国旅游风险意识，持续加强公众沟通，并落实各种登录制度，以减少赴中国旅行的可能意外及风险。策略2，应落实中央及地方各级公职人员赴中国交流的揭露制度，从行政官员到民意代表，从立法委员到村里长，皆应将交流资讯公开化、透明化，以向国民负责。内政部也应建立宗教团体等公益组织赴中国交流之揭露制度，以防杜中国的干预与统战。策略3，对中国人士来台交流进行风险管理。中国人士来台之审查及许可，应以进行正常两岸交流以及对等尊严的官方互动为范围，并应将两岸情势变化等相关因素纳入考量。应严格限制具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士来台，以及禁止中国人士来台进行具统战性质之活动。策略4，两岸交流要避免受中国政治干预及衍生国安风险，包括宗教、文化、学术、教育等交流案件之审查及管理，应本于去政治化、去风险化之原则，让民间交流尽量单纯化，符合推动健康有序交流的初衷。策略5，为遏制中国借文化统战削弱台湾主体性，行政院应严拟提升本土文化产业竞争方案，
加强辅导及奖励国内影视及文创产业，深化民主文化创作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并鼓励对台湾本土历史文化的研究。策略6，强化影艺从业人员在中国发展的辅导与管理。主管机关应提供影艺人员在中国发展之言行应注意事项，并明确涉及危害国家尊严相关言行之查处范围，以避免中国施压我影艺人员表态或做出危害国家尊严之言行。策略7，相关主管机关应采取积极有效作为，防止中国透过网络、应用程式、AI 等工具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及危害治安。策略8，为落实以上各项措施，请主管机关应全面检视现行相关行政命令、措施、解释令等，完备相关执法规定。若仍有不足，应强化国安法制，进一步提出国家安全法、反渗透法、两岸关系条例、港澳条例、资通安全管理法等之修正案，并加强社会沟通，尽速落实。第5，因应中国借融合发展吸引台商台青之威胁方面，策略1，请国安会会同行政部门，基于台湾优先及立足台湾布局全球之经贸战略，就台湾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进行策略性的结构调整，并本于强本固台风险管理原则，就两岸经贸所涉及的人流、物流、金流及技术进行必要有序的调整，以强化经济安全，有力应对中国对台经贸统战及经济胁迫。策略2，请教育部会同陆委会、经济部等相关机关，全面深化青年学子对中国的识读教育，以及对两岸交流应有的认知，同时也要广泛宣导国内青年就业创业的各种机制，提供充分资讯及协助，让青年学子对国家愿景更有信心，更积极投入建设及发展台湾的行列。各位国人同胞，今年是2次世界大战80周年历史。历史上告诉我们，任何威权的侵略并吞，终将以失败告终。而守护自由、战胜极权侵略的不二之道，就是团结。面对日益严峻的威胁，政府不会停止努力，全力确保国家主权不受侵害，确保2300万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永续如常。但只凭政府的力量尚有不足，我们更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警觉和行动。每一位国民都是守护民主自由的第一线，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做。第一，提高媒体识读能力，不传播、不转发中国官宣的统战资讯。第二，参与组织公民教育活动，增强对统战的认识，强化社会防卫韧性。第三，及时揭露各种协力统战的行为，让所有恶意企图寸步难行。第四，拒绝参加所有牺牲国家利益的活动。每一个人的警觉与行动，就是对抗统战渗透最坚强的防线。只有团结，才能抵抗分化。只要每个国民都在国家的繁荣和安全的目标上扮演自己的角色，齐心合作，没有什么可以击倒我们。谢谢大家。